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凶手就是 Derek。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调查这个魔鬼是我的任务。这 Derek 明明就是凶手，还这么嚣张，一定要抓到他。 翻开生命的篇章，书托着想，等待时间去拆穿，探索神秘的步伐，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在黑暗中重拾光芒。 临近的白光，追逐回避的目光，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反锁秘密的胸膛，使劲的挣扎，但始终无法被埋藏。回忆总会纠缠每个自思念走远过的谎。 先生，你有没有看过她？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个女生？嗨，我们又见面了。原来这就是你的魔术秘密。 魔术箱的底部可以打开的，让我穿过去。所以当大家以为我消失的时候，我其实在舞台下面。干嘛带我来这里啊？其实我挺欣赏你的，刚刚在舞台上的表现很好，也非常镇定。不过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Anyway， 我相信以你们 CCI 的能力，绝对可以破得了这件案子。不过让你失望了，你们找错方向了。 是吗？因为我有很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啊，为什么还死缠着我不放呢 ？OK。2012年的万圣节，你和 Anthony 出席街头派对，当时发生了一起命案，你有印象吗？不太记得了，没什么印象。不记得也没关系。 我相信每一个犯罪案都会留下痕迹，我们一定会找到的。那我衷心祝你好运，希望你们 CCI 可以早点破案。那我也祝你好运，因为 CCI 一定会找到真相的。OK， 随时奉陪。这是送给你的。 谢谢你的配合演出。小姐，有没有看过她？喂，
你没事吧？那混蛋把你编去哪里？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在台上不见的时候我多担心啊？你这么紧张我的啊？我当然紧张了。如果你少一片鱼鳞啊，那个蛋炒饭会把我当鸡蛋炒掉的。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要养我。Derek 这么聪明，他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伤害我的，放心。害我白担心一场，我肯定会跟蛋炒饭投诉。你不要告诉师傅哎 ，please。喂，你听到没有？周太太，是周东海先生委托我们侦探社调查Julie跟安芬妮的命案。哎呀，Julie都已经死了，而且是被周东海的儿子害死的，还查什么查？哎，你走吧。周太太，请听我说，我们有理由怀疑Julie跟安芬妮不是自杀死的，而是被人谋杀。请问，Julie生前有没有任何金钱纠纷，或者是会有谁想对她不利？没有，Julie不乱花钱的。她在学校的人缘也不错，我想不到会有谁要害她。一开始我就反对 Julie 跟 Anthony 来往，我觉得 Anthony 这个人啊，不踏实，不可靠。可惜 Julie 就是不听我的话。那你知道Julie生前参加过一个叫超自然搜索学会的组织吗？好像有听过。这个叫 Mandy， 是 Julie 的好朋友。我记得是 Julie 认识 Anthony 之后，才整天去参加这些古里古怪的活动。那你见过这个人吗？他叫 Derek， 中文名是陈国辉。没有见过。要是你想起什么，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名片，我叫蓝海峰。好，蓝先生。是。谢谢周太太，我先走了。周太太，这台手机是您自己的吗？哦，是 Julie 的手机，她去世前换新手机，就把这台旧的给我用。这台手机可以借给我吗？里面或许会有线索。好吧，拿去。谢谢周太太。门就关起来了，然后不，箱子竟然是空的，这个黄鱼就不见掉了。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怎么打都打不通，我就跑来啊跑去，跑来跑去，整个 shopping mall 跑完了都找不到他。总之啊，张大凡，跟他当同事心脏要好，所以我要求提高我的医药津贴。于洋 ，Derek 是危险人物，你这么做未免太冲动了。哎呀，这么多人在，他不敢对我怎么样的。我只是看不下去嘛。他说我们 CCI 是一般废人，我就是要上台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废人。我知道你的身手好，但是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 ，OK？ 哎，不过我这次接近 Derek 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我刚才提到2012年的万圣节街头派对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虽然很快就恢复了，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有鬼。我们已经确定 Anthony 跟 Derek 当时都出席了派对。Derek 如果涉及这个命案，这很可能是我们一直在找的杀人动机。你们还有发现他有什么奇怪的行为跟动作吗？他说我们 CCI 的调查方向错了，哎，还送我这个。哇，黄玉，
不要告诉我你真的没有怀疑这个小熊可能被 Derek 动过手脚。你以前真的是当警察的吗？真的没有想到。总之，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大家小心点。一定要找到证据，抓那个死 Derek。要做到无理，要有耐心，大家不要掉以轻心。OK，2012年万圣节命案，死者方凯伦的家属没有正式委托我们，但是他提供不少资料给我们。就是这个。里面是一些视频跟照片，是死者弟弟收集回来的。凶手逍遥法外，家人一定难过死了。他们没有放弃，而且还收集这么多资料，所以我们要加油，看所有的照片还有视频，不可以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好，这个交给你跟于洋。OK。海峰，你说从朱莉母亲那里拿到朱莉的旧手机，对吗？对，我会用软件复原被删掉的资料，希望有所发现。OK。看来今晚我们又要加班了。蛋老板，你知道怎么做？师傅不要理他。要你鸡婆啊！谁叫你出卖我啊？什么？为你好啊！好了，来去买对子。师傅，你叫我一起买晚餐，是不是有事要告诉我？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知道我很冲动，一直闯祸让你担心，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了自己。OK， 我们都当过警察，我知道你有能力应付危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某幕合适以后呢，我的胆子变小了。你既然叫我一声师傅，我就有责任照顾你。我真的很想快点破案，可是你不能够那么逞强的去冒这个风险，让关心你的人担心 ，understand？ OK， 我答应你，以后不会这么冲动了。你说的，答应我了。要不然以后扣你薪水啦，不让你拿假期。我都说 OK 了。拿你所有的薪水啦，买不你自己吃。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已经很确定 Derek 就是凶手，但是他是怎么避开天台的 CCTV 的？想不通就代表没有关键的证据。这牢应该是用来下种那些八哥鸟、麻雀之类的。怎么了？社长有什么新发现？失落的环节是什么？哎呀，我查我的，你去复原你的啦，看谁先找到关键的线索。Anthony， 你可以不要得寸进尺吗？什么？现在跟你要一点点钱都不可以吗？一点点钱啊，3万块的大哥，你不会跟你爸拿？Derek， 你失忆啊？你忘了今天发生的事啊？你的把柄还在我手里，你别跟我讨价还价。OK，3万对吗？我给你，不过你一定要在我面前把那个手套也烧掉 ，OK？OK？我终于找到杀人动机了。Julie， 你在哪里？我好想你耶 ，Miss you。Yes， 哎，不只是你得分啊，我也找到杀人的方法了，1对1打成平手。不知道他们两个查到怎样了？要对他们两个有信心，他们一定做到的。海峰还 OK， 是那个3把火就不要指望他了。一定是他们两个打来的。我看我们快点回去吧，两个一直吹不停的，一定是饿得不得了了啊！是啊，我们快点吧，要不然他们饿疯了。不要说他们了，我都饿了，来走快点吧。啊。喂，大强，嘘。为什么你急着看这些2012年万圣节派对的 video 啊？我还原了Julie手机一段偷拍的视频。从视频的内容来看
Derek 有把柄在 Anthony 的手上，而把柄是一个手套。你是说这个手套跟2012年的命案有关啊 ？Anthony 提到去年发生的事，也就是2012年那次 ，Derek 打扮成红魔鬼，是戴着手套的。哼，完蛋了！这么多 video 怎么查？而且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拍到 Anthony 跟 Derek。你刚才不是说死者的家属不放弃？我们也要加把劲，好好看清楚资料嘛。我懂，我又没有说我不有查。真的有人拍到 Anthony 跟 Derek。放大。再放一次。到底怎么样？他们在说什么？有人回来正好，谜底已经解开了。这是2012年万圣节街头舞会的视频，刚好有人拍到 Anthony 和 Derek 走过。我用唇语读出了他们的对话。Anthony 说啊，怎么办？那个男的好像死了。然后 Derek 说，那把刀竟然是真的。接着 Anthony 又说，你快走，把手套脱下来，我帮你丢。Anthony 说的男生一定是当年命案的死者方凯伦。我推测 Derek 和方凯伦在街头派对上，因为某种原因起了争执。Derek 捅了方凯伦一刀，手套沾了死者的血，然后他和 Anthony 就逃走。Anthony 答应帮 Derek 丢掉血手套，但他没有这么做，还用手套威胁着他。只要找到手套，我们就能证明 Derek 是杀死方凯伦的凶手，也能说明他为什么要杀了 Anthony。动机显然是杀人灭口，销毁证据。根据报告，警方在 Anthony 的公寓并没有找到什么血手套，血手套有可能还在周东海的家 Anthony 的房间里。OK， 我们马上去找。CCR 怎么会找到这么多东西的？还是那个 Anthony 在我面前烧的手套是假的 ？Well done。找到了，老大说找到了。在哪里啊？这2天我们找了那么多地方，不会用空欢喜一场吧？是周东海在 Anthony 的房间抽屉暗格里找到的，黑色手套染有血迹，用透明的塑胶袋保存着，应该不会错吧？那快点出发吧，一定要拿到证据。只要我们拿到手套啊，送去检验，一旦 DNA 吻合 ，Derek 那个混蛋插翅也难飞。天网恢恢，他还以为我们找不到证据，看他还能嚣张多久。走吧。手套拿到了，马上送去检验。这次我一定要亲手把 Derek 送进监牢。哎，这帮笨蛋 ，CCA 吃大便的，明知道手机里面有窃听器，还跟我演一场戏，跟我抢手套。Hello Derek， 你看到这段视频是不是很意外呢 ？Surprise！ 谜底已经解开了，请跟我一起见证 CCI 破案的过程。在2012年的万圣节街头派对，有人拍到你跟 Anthony
我用唇语读出你们的对话，我们推断，你就是刺死方凯伦的凶手。你把手上染有死者血迹的手套交给了 Anthony， 让他帮你丢掉。不过他没这么做。Anthony， 你可以不要得寸进尺吗？什么？现在跟你要一点点钱都不可以吗 ？Anthony 死前2个星期向你开口要3万块来还赌债，还用手套来威胁你。你答应了，不过条件是 Anthony 要把手套烧掉。你万万没想到，你们这一段对话被助理偷拍了下来。不过你一定要在我面前把那手套也烧掉 ，OK？OK？这2段视频让我们找到了你杀人的动机。接下来，我们就要揭穿你在2013年万圣节的晚上怎么杀 Anthony 和 Julie。Julie， 你在哪里？我好想你。Miss you. Faster come back, please. 看到了没有？这是 Anthony 在案发前3天在公寓自拍的录像。我们的社长聪明过人啊，在小贩中心买拉沙的时候，也能想出破案关键，那就是鱼线。为了证明社长老大的推测，我们进行了一项实验。我们用遥控直升机带着鱼线升上空，绕过天台上的铁柱。用这个方法可以避免上天台，而且可以事先准备，因为鱼线不容易被人发现，对吧？到了案发当晚，你才把鱼线换成攀山的绳索，准备由2楼爬到4楼。所以你选了表哥不在新加坡的那几天，还送戏票给3楼的住户，支开他们。你知道 Anthony 有喝红酒的习惯，事先在红酒下了安眠药。当你潜入房内时啊，他已经昏昏沉沉，不知道你这个魔鬼要来索命了。朱莉，今天算你倒霉了啊！Perfect.
Julie 的这个手势就是死者的留言吧 ？Julie 曾经跟 Mandy 说过，如果有一天他是冤死的，就会用这个手势告诉他。原本他不想透露他曾经到过案发现场的，但是他良心不安，所以就告诉某某国这件事，才引起通灵的事件，我们才有机会重新调查。Derek 陈国辉，你觉悟吧，你是逃不掉的。Magic。你去自首吧。你神经病啊！我犯什么法了？不是说有什么狗屁证据吗？在哪里啊？我们知道你把窃听器放进我手机里。那天于洋上台后，你就把他手机偷走，对吗？你要我在房间里等，就需要找时间把窃听器放进我手机里，然后把小程给我，就需要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以为小程的问题。我们知道窃听器装在手机里之后，就顺水推舟演了一场广播剧给你听。哦 ，OK， 我知道了。所以你们说引开我就是去我家找证据啊？我不是进来拿东西，而是放东西。我放了2个针孔摄像机在你客厅，你刚才看到电脑的所有的反应都被拍下来。这算什么狗屁证据啊？其实2天前我们在周东海家拿走了手套，看来安东尼没有照原定计划把手套给烧了。检验报告显示有2组 DNA， 一个是死者的，一个就是你的。我的？你们怎么可能有我的 DNA？ 你忘了那天你来 CCI 找我们吗？真的要谢谢你，亲自把自己的 DNA 送上门。好。喂喂！Derek，谢谢你们 CCI 连破2宗悬案。要这么说，没有你的帮忙，我们也不行。先走了。谢谢你。如果不是你们，我的儿子还会一直被人家说是逼死女朋友的坏蛋，还有那个 Derek 也会继续的逍遥法外。不要客气，很感激你们。终于破了这个 case， 可以抓到 Derek 真的是太爽了。哎，最好是可以爽爽的吃一顿。你除了吃还会说什么？大老板，我是因公受伤的，应该获得额外的慰问金。还有啊，我不知道我们工作这么危险的，所以我要求提高我的保险费、我的医药津贴。除了 MC 之外，我还要出国，都是你 sponsor 的。喂。
我是朱莉。谋杀我和我男朋友 Anthony 的凶手已经被抓了，我终于可以安心的离开了。凶手将被审判，得到应有的处罚。只要真相被揭露，无辜的灵魂才会安息。成功破案，你们说谁的功劳最大？当然是师傅啊！是大家的功劳啊！不是，是我 OK。Hello， 你只是扮通灵 post 一个 video 而已嘞。喂，如果不是因为我，搞不好这个案件也不会重新调查，真相也会永远的埋在地底下。喂，海峰，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好了，你说的没错。你不要得意忘形。 自作主张，自作聪明。对啊，你知道上次你入院的时候我们有多紧张吗？哎，王木果，你跟我都一样是因为查案而受伤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我都上啊要求特别花红。又来了，真的可以吗？可是我不是 CCI 的正式成员。当然可以，你是来客串帮忙调查才受伤的，一定可以要求补偿。说得太好了，敬业。 So， 我多桑，你要怎么补偿我们呢？阿娜达，某某火进医院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要怎么补偿我呢？你也一样。OK， 最多呢，我进去炒个大螃蟹，为了大家，为了我老婆，好不好？开动！开动了！いただきます。海峰，我帮你。师傅。来，补偿啊！今天真开心啊！ 你就开心啊！如果不用陪某人来复诊就好。哇，怎么可以这么说话的？我怎么说也是因为你才受伤的。我又没有叫你冲出来帮我挡刀，是你自己要成英雄的。嚯，原来你这个人是这么薄情薄义的。哎，不对啊，我是无情无义。哇！死黄鱼，你真的就这样子见死不救啊？让你大恩人在这里自生自灭啊！ 好了，大恩人，复诊了之后我请你吃饭，吃饱了互不相欠啊。走啊！痛啊！这里是我们的舞蹈教室。你们的学院不是很大，但是打理得很好。我们只是想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哦，这位是我们的院长 June。这位是帕彩先生，我们的赞助商。你好，帕彩先生。帕彩先生。啊，你好，你好。哎呀，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士，一时给失了神。哎呀，抱歉抱歉，这回我真的是失礼了。帕彩先生，你真会说话。我要谢谢贵公司啊，赞助我们这么好的布料。 让我们做出这么多漂亮的舞蹈服装。你客气了，我们公司的布料能穿在像你这么漂亮的舞者身上，那才是我们的荣幸呢。哪里？你经常来新加坡吗？哦，最近呢，比较频繁。你说华语的口音挺标准的，很像本地人。对啊，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新加坡人。哎呀，哪里，多少还是有点泰国人的腔调。
帕彩先生，你一下机就赶过来，一定很饿，我们一起吃午餐吧。不了，我想回酒店休息。那好，我送你出去。好。喂，要请我吃什么？福建面啊，这里附近有一摊不错的。哦，那是你买去西夏的。no bad，我喜欢。君，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位是？哦，我是他的同事，我叫洪俊彦，英俊的俊，3把火的焰。我们刚好经过这里的。这位是帕菜先生，我们的赞助商，我女儿于洋。哦，你好。你好。哇，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女儿跟妈妈长得一样漂亮，没想到Jun，你竟然有这么大的女儿了。谢谢你的称赞，帕菜大哥。好了，不说了。帕菜先生要回去酒店休息了。啊，是啊，我得走了。再见。拜拜啦。吃了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啊？福建面。不了，我累了，先回去休息。拜拜。拜。黄玉啊。她不是你妈妈吗？不然。那你为什么叫她 June 不叫她妈妈？要你管啊。哎，你妈妈还蛮漂亮，蛮年轻的。她到底几岁啊？还有，为什么你们两个讲话这么客气，好像不熟的，还是很陌生啊？干嘛问那么多？很烦呢。哎，不要生气嘞！不是请我吃面的吗？为什么又跑掉？来，多多点汤。谢谢爸爸。听木生说，你们这次到马来西亚会待2个星期。是啊，我们去谈生意。这里的生意真的这么难做吗？你们2个老是往那里跑。那里成本低，门路多嘛。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影响蛮大的，不过有人说危机就是转机，挨过了这次的危机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那你到那边记得打电话回来，妈最近身体又不太好。放心吧，老婆，我一定会每天打电话给你报平安的。更何况2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事情办完，我们马上就回来。爸爸，下个月是我的生日，你来得及回来庆祝吗？一定来得及，到时候爸爸买个大大的礼物送给你，好不好啊？谢谢爸爸。老婆啊，你没有话要交代啊？你又不是第一次出门做生意，这次出门在外，你跟木生都要加倍小心。放心，我们会的。小公主，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还没想到。那我买一只大大只的王巨熊给你，好不好？好。1只够吗？2只？3只？5只吧。你会
为什么报警？绑匪说过，如果报警的话，他们会杀德良和木生的。他们要的是50万美金，你有吗？可是万一他们失票怎么办？我报警呢，就是希望警方能够救他们。我们要相信警方，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德良，我是慧心，木生呢？你们听我说，我和木生已经成功逃脱了，你们不必给绑匪赎金，知道吗？我知道了，你们在哪里啊？我跟慧心都很担心啊。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只知道这是一个小镇。德良，快点跑，他们追来了，快点，快！德良，木生，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不要！ 德良，木生，已经挂断了。我们追查到电话是从马六甲附近地区打来的，马上通知当地警方协助调查。好。 我老公来了，在楼下等我。那你先回去吧。OK。拜拜拜。什么？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和试图防备的双眼，编织的谎言，编织的从前，紧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适应着伪装的感觉，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起初都在天堂边缘观望这个世界，后来不知不觉也踏上地狱的边缘。原来我们都是勇敢的决士，总带着一份饱受怀疑的坚持，拒绝这一层层的真实。我们都是勇敢的决士，反复。